副厂长，老爷，还有一个。这是怎么了？这是？陈志他不要我了。啊？不是。那怕他干嘛？他家这么多人，算什么呀？别跟你哥离过去早了，咱真不信了。不能这样结束。行了，都闭嘴了！就是瞎胡乱的，怎么着？啊？你们把他押回来，他就能跟你妹妹好好过日子了吗？行了，他捣乱的，他都散了吧，出去！我跟你妹妹自己说。走。哎，太过分了！不是，咋有这样的呢？妹子别生气啊。哎呀，闺女，我一直跟你说呀，让你把这脾气来改，你就是不听啊！走到这一步了吧？啊，拢不着自己的男人了，出了事儿了啊，跑到家里来，这算啥本事啊？我多次说过，陈志他不是一般人，你看着他棉呢，那是个蔫包子，谁都治不住的。可是爸，你说我啥都替他干了，那为啥我还拢不住他那心呢？那你光伺候他就能拢得住他了呀？啊，你现在跟着陈志进了城了，你得变呢，你得跟着陈志变成城里的人呢，这才能拢得住他呀。出了事儿了，跑到乡下来哭，怎么着？你也要把陈志拉到乡下来呀？真是的。哎呀，说起来，陈志这孩子啊，是个有良心的人。你这么多年一直对咱们家那是尽职尽责的，你说这么一个好人，你都拢不住，怪谁啊？怪你。那你说你这会儿你怎样打算的？这爸，就我过去吧，我觉得我找了一当官的，所以我不知道该咋喜欢他。可是这会儿，你说他不当官了，那我咋觉着，那我比以前还更喜欢他了呢？爹也是，以前爹呀，一直都劝他，要和别人一个样，他就是不听。现在走到这一步来了，你说他走到这一步吧，爹倒更疼他了，更喜欢他了。闺女啊，那你还想不想跟他过呀？那当然了，我不想离开他，我死都不想离开他。可他要不想跟你过呢？那反正我死都不撒手。傻孩子，这样吧，爹叫他回来一趟。陈老师，我们学生会组织了一个讲座，您能当一次主讲人吗？陈老师，我们组织了辩论会，辩论会的题目就是没有爱情的婚姻是否道德？您能来当评委吗？陈老师，能给我签个名吗？同学们，给我一点个人空间好不好？我就想安安静静的教书，安安静静的生活。谢谢你们了啊！大哥，您怎么来了？秦琼在回家的路上，把黄骠马、驼垛子全丢了。爸，怎么办？我来看您来了。路费都没。说是您老人家身体不太舒服，怎么没去医院呢？不用去了，我自己觉得这个时辰到了，上医院也不顶用了。我想死在家里头，不想死在医院里头。快坐，快坐，这是咱爷俩说话啊。哎，你说，陈志啊，哎，那你和翠花
怎么会走到这一步了？哎，啊？都怪我，怪我没本事，让您老操心了。有个事儿啊，这是好几年了，这憋在这心里头，我这一直想问问你。您问。上回不是有那么说是检举你，写了检举信，那个检举信是你自己写的呀，还是你请人写的呀？是我自己写的，我实在是没办法了，爸，您就原谅我吧。不是我原谅你，是我们要你原谅。说起来呀，要不是你把你逼得没有办法了，你能这样吗？那这些年我们家里给你添了不少麻烦，那你是不是因为这个，我翠花过不下去了？要是因为这个，我保证，无论我活着还是死了，家里都不会了。爸，您别说了，不全是因为这个。那就是翠花这个媳妇不合格了。也不是，是啊，我只是觉得累，这多少年了，我就觉得累，我就想找个地方啊，休息休息。好，陈志啊，这也说起来啊，你是我们家的姑爷，可是在爹这心里头啊，一直把你当亲儿子看。要真是或者翠花过不下去了，那就肯定是翠花的错。我劝她跟你离婚。爸，我从来没说过要跟翠花离婚啊，我答应过您，也答应过我母亲。那是此一时彼一时了。不是为了别人，我是为我自己。要是跟翠花离了，我过不了自己心里那道坎儿。那你总不能你们就这样过吧？那你们还有孩子呢。爸，你放心，我说过，我不会跟翠花离婚。我就是想好好想一想，这将来的日子该怎么过。好，做老人的呀，总是希望孩子们过得好。你看我呀，老了，活不了几天了。你能不能答应爹，让爹临死前能看着你们过好日子？爸，您别这么说啊！您老啊得健健康康的、硬硬朗朗的活着，啊！硬硬朗朗的活着，你看爹老了，活不了几天了，你能不能答应爹，让爹临死前能看着你们过好日子？陈志，陈志，来了。怎么了？哦，那个床已经铺好了，睡觉吧。翠花，陈志啊，快过来看看你爹咋了？陈志。
老爷的头七过完后，我爸就悄悄地离开了。他走的时候跟奶奶和舅舅们告别，大家都顾不上理他，他是灰溜溜的独自走的。少寨，他是多么熟悉这个地方，是这里的土地和人影响了他，改变了他人生的轨迹。老爷曾带着家族里所有的人，在这条道上隆重地欢迎他带着母亲从城里回来。这条路已经成为了他每次升迁的见证，因为每次升迁，老爷都带着众人从这里接他，以炫耀我们家族由于出了个我父亲这样的人而辉煌。我什么都不要，我就想要父亲对母亲好，盼着他们俩不再吵架。大志，走，赶紧回城！你爸已经回城了，咱得回去拦着他，别让他走了！快，拿着，快走啊！陈志，大志，你爸真狠心，他真不要我们了，啊！大志咋办呀？啊！大志，你等会儿，等着。这钱让你拿着啊，中午在外头啊买点吃的。妈有事儿回不来。你去哪儿啊？还能去哪儿啊？去找那陈世美。妈，你别去找了，行吗？哎，你这孩子，你不要你爸了？我要，但是我不想看见你们在一块儿吵架。别找了，过2天他就回来了。不行，大志，你爸一个人在外头，那心会越来越野，那就永远回不来了啊！妈得去找他，你放心，妈给你保证，妈不跟他吵架啊！妈找他去了。妈，你别去找他了，你再找他我就不回来了。大志，我不想看到你们在一块儿吵架，你别去找了，让他走，他走了我陪着您。如果我中午回来看不见你，我就走，我走了你永远也找不着我了。哎，大志，妈心疼你，爸也疼你，你别胡思乱想的啊，听见没有？妈不找了，快，那上学去吧，啊，走。大志，你怎么了？大志，你别拉我。大志，爸爸妈妈闹别扭和你没关系，爸爸是爱你的，爸爸以后会经常来看你。放开！你是个陈世美，你不再是我爸了。这样处理不对。是的。怎么，你儿子也不认你了？大人的问题却让孩子承担，这不公平啊！你还知道自己有孩子？你要知道自己有孩子，当初就不应该离开家。哎，我说张老师，您什么时候能不管别人家的闲事儿呢？这可不是闲事啊！匡扶正义，拯救道德，人人有责。哎呀，好了，都少说2句吧，啊。
大志，大志。我妈得下了班才能过来呢。老师，我到了。陈大志爸爸，你快进去吧。好啊，不许你进去。大志，你走。这开家长会呢，我用不着你管我。陈大志，怎么跟家长说话呢你？老师，孩子小，我跟他谈谈。谁跟你谈啊？哎，陈大志，我找我妈去。你是个陈世美，不再是我爸了。大志，你等等我，听爸爸跟你说，大志。小赵来，把这梯子放这儿，再去拿那个木方哈。哎，你小心点啊，梯子扶稳了。哎。哎，陈志，哎，别走，这见到我怎么就跟大白天见到鬼一样？没，我正好有点事儿要出去一趟。我想跟你谈谈。哎，天天唠一套，真没劲。什么事儿，张老师？我们还是找个地方谈谈吧。哟，张老师，您要跟陈老师谈什么呀？陈老师，您不是要跟张老师单独约会吧？开什么玩笑？我们可不是约会，我们是谈心。啊，谈什么呀？谈谈你的家庭问题。张老师，您既不是民政局的，也不是法院的，这个好像您谈不着吧？是，我不是民政局的，我也不是法院，可我还是你的党小组长。是，您是党小组长，您可以管我的党姓，但是这是我的私生活呀。陈志，你是一个党员，你敢说你的思想品质就没有问题吗？哎，张老师，您说的对，我作为一名群众也想了解一下您这个党员的感情生活，例如，您丈夫为什么不回来了？他为什么不接您电话呀？闹得您得拉一个男同志谈私生活。哎，张老师。夏老师，您刚才那话未免也太狠了点了，让人家下不来台了。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，这种人就这种方法能对付他，一天道貌岸然的。哎，陈老师，您打算离婚吗？我没打算啊。为什么呀？因为他有恩于你，恩情能代替爱情吗？夏老师，我和他之间呀，不能用一个简单的爱情或者恩情可以概括的。哎呀，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。总之，这是我自己的事儿，就不劳您操心了。哎，中国人活得可真可悲呀。那窗户
窗户你没看见呀？我说你那脸怎么知道每天都洗呢？赶紧的，快擦了。还有这儿，这儿。嫂子，陈主任回家了吗？你上我办公室聊吧。那个小马，过来替翠花姐值下班。走吧，走吧。这哪有这样的事儿啊？啊，当初我进他们家的时候，就我那公公还瘫在那床上呢，拉屎撒尿他都不知道，那不都得靠我呀？现在好了，翅膀根子硬了，那就不要我了。你也是，有时候啊脾气太急，那总让陈主任下不来台。你还记得第一次在文上县见你的时候？呵，你当了那么多人的面，人五人六的，拽着我就不撒手，让我多下不来台呀。你要说这个，那我还不高兴了。那你不说说你当时干了什么呀？啊，当时你跟那马庆生好，你赖在我们家陈志身上，说我们家陈志强奸你，哎，你还有理了你？你看，你看，我是说你的脾气呢，你不是还没把他拉回来吗？哎呀，你按我说的去做了吗？啊，这陈主任现在是大学老师，这老师是最怕丢脸面的。你给他叫着，天天跟他闹啊！啊，你把他跟那女人的事情满世界的宣扬，你看他回不回来？哎呀，不行，我不能跟他闹。他说了，我要是再跟他闹的话，他就去一个我永远都找不着的地方。那再说了，我也不能让他丢人呐，他还是我男人呐。你就是太把他当自己男人，所以你才打不赢他。你想想，他要不要你了，那还是你男人吗？他要不是你男人了，你还盼他好吗？那我也盼他好啊。哎呦，嫂子，你是真没救了。哎呀，看你这样啊，我都可怜你。不行，你一定要把他拉回来。这毛主席说什么来着？与人斗，其乐无穷。你得想办法让自己高兴的，你得让他不高兴。不行，他要不高兴了，那我也高兴不起来啊。哎呀，那我再给你出个主意吧，你把他的财路给他断了呀。他在外面吃什么喝什么，喝西北风去啊！你看他回不回来？刘老师，什么事儿？陈志啊，你老婆可找到学校来了，啊，说你走了，孩子可是你的，得你养活。另外，他还要我们把工资发给他，你看这事怎么办？他说的有道理，那以后我的工资直接给他就行了。那你以后怎么生活？我不是在耶大兼课吗？再说我现在还在报上写点小稿子，还有一点稿费收入，一个人好凑合。就这样吧，啊，以后呢，每月5号你到学校财务室，把陈老师的工资领走。怎么？我说的你没听到吗？哦，听到了，听到了。哎呀，刘老师，这要是我把钱领走了，那他吃啥呢？你不是要吗？我没想要他的钱。你凭啥不要啊？哦，他在外面有粮有草的，那还能想着回来啊？可是他胃不好，这还神经衰弱，那晚上睡不好，哪能让他在外头这么辛苦呢？你就得让他辛苦辛苦，他要吃不消了，自然不就回来了吗？这我不行，我看不得他受苦。哎呀，行了行了，小天儿，谢谢你了啊，你也别再替我出主意了。哎，嫂子啊，真傻。要
要不这样吧，咱们让他呀没有立足之地，这样没有立足之地，那不就回来了吗？他总不能睡大马路吧？我每次给你打电话，你都说是没空，你真的就这么忙吗？哎，喂。老师，找谁啊？哦，我找陈志，我是他老婆。哦，你是陈志的爱人啊？啊，来，进来。来，请坐。我很同情你。你也知道他没回家呀？对现在这种道德沦丧的情况，我是深恶痛绝。我一直呢想找你谈一谈，我们共同帮助陈志老师。怎么，你找他有事儿？哦，老师啊，那你是？我就是教研室的主任，也算是他的领导吧。哎呦，太好了！哎，领导啊，我跟你说啊，我今天来我就是想问问，你说这陈志他不是有家吗？那学校为啥还要给他房子呢？他在外头有房子有吃的，那他当然就不回家了，你说是不是？房子啊？哦，那可能是院长分给他的吧。哎呀，这刘院长跟陈志关系好啊。刘院长说这是事前答应陈志的，应该给他的。那我觉得不应该呀。哎，老师啊，领导啊，你作为他的具体的领导，你觉得应该吗？啊？对，这事儿啊，我去找学校。院长，这学校宿舍这么紧张，为什么要给这样一个人宿舍呢？学校这么做，这不是纵容他在道德沦丧的路上越走越远吗？一个老师在生活上遇到困难，学校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，这是学校的责任呢。院长，你们这么做，这可是助人为恶呀。张老师，我劝你还是把自己的事情先搞好吧。你说的都是真的吗？那还能有假吗？哎呀，对不起啊，我没能说服学校收回他的房子。陈志他执迷不悟，你不要气馁，你要跟他斗争到底，你一定要把他从错误的道路上拉回来。那个，我听人说，你男人不要你了，去南方再也不回来了，是吧？谁说的？哎呀，这不能听你的。你说，你连自己的男人都弄不回来，你还能帮我弄回来呀？真是的。哎。孩子，这一招百发百中。我当初要是有了马庆生的孩子，他能那么轻易就把我甩了吗？哎呀，不过现在想想啊，幸亏当初没他的孩子。对，嫂子，你就把孩子甩给他，你看他怎么办？张老师，您凭什么要求学校收回我宿舍？我是为了你的道德负责。谁给您的权利？再说，就算您能把我赶回那个家去，那也不代表您的丈夫就能回到您的身边。陈老师，好，我总算是看见一个男人了。您要是现在离婚，我就嫁给你。哎，陈老师，
我建议您不妨就满足一下张老师的正义道德感，把学校的房子交回去，然后搬到我那儿去住，男女搭配，干活不累吗？好啊，要是学校收回我的宿舍，我真可以考虑你的建议。这种人也太多事儿了吧？简直有点讨厌了。诸位，诸位，大家都嘴下留点情好不好？同春兄，我讲句公道话，这件事情主要是因为你爱人来学校找了张老师，张老师是出于同情才出面替他打抱不平的。陈老师，你要提防你老婆再来啊！妈，我不想跟他，他已经不是我爸了。是，你是他的儿子，他得管你。妈，我真不想跟他。大志，大志，你得帮着你妈把你爸给拽回来，你知不知道啊？大志，你爸现在一个人在外头，那身边到处都是那个漂亮的女老师、女学生，你得跟着他，你得盯紧了他，你知不知道？大志，你妈不能没有你爸，你得帮着你妈啊！陈志，你们怎么来了？大志，你怎么不去上学呀？你陈志，你不回家，但是儿子是你的，以后大志啊归你管了。妈，听话。妈，大志，你，大志，妈，你不许再跟着我，回去听话。走吧，跟爸爸回宿舍。来，这就是爸爸住的宿舍，怎么样？不错吧？哎，别背着书包了，齁沉的。哎呀，在这站着干什么呀？来来来，快进来，进来，进来坐。哎，大志，你妈说的对。他一个人带孩子太累了，以后你就跟爸爸一块生活吧，啊！我向你保证，无论你什么时候想你妈妈了，都可以回去看她。你想吃点什么吗？要不咱们下馆子吧？你想吃什么？大志。大志，吃饭了。哎，西红柿炒鸡蛋，还有红烧排骨，你尝尝我们食堂的手艺，比你妈做的怎么样？大志，大志啊，爸爸吃过了，我还得赶着去夜大上课呢。你赶紧写作业啊，写完作业就吃饭。我走了啊。爸爸走了啊。哦，对了，晚上睡觉的时候别忘了锁门啊，
我带钥匙了，我走了。脱了水吗？来，不用你管。大志，往里边点，给爸爸腾点地方啊！大志，醒醒！不是，你还让不让我睡啊？你要愿意睡床，你自己睡啊！我走了。哎，别，你睡床，你快睡吧，你快睡吧啊！爸爸觉得很抱歉，和你妈闹成这样，让你受到了伤害。可是爸爸妈妈都是爱你的，爸爸对你的爱不会因为离开家而减弱，相反，因为不能每天回家看到你，爸爸比以前更爱你，也更想你。等将来有一天你长大了，等你有了自己的孩子的时候，你就会明白父亲是什么。爸爸永远也忘不了第一次把你抱在怀里的那一刻。那个时候你比只小猫也大不了多少，身体软软的躺在爸爸怀里，不知道在你妈妈肚子里干了多重的活，一个接着一个人打哈欠。直到你来到世上的那一天，爸爸都没有做好要当一个父亲的心理准备。可是当爸爸把你抱到怀里的那一刹那，爸爸好像突然觉得整个人都融化了，觉得好像爸爸为了等这一天，已经等了10000年了。爸爸在心里一遍一遍地对自己说：“你是爸爸，你是这孩子的爸爸，你一定要做一个好爸爸，要做一个这世界上最好的爸爸。”
不像你妈妈爱我那样爱她。在没有你以前呀，爸爸曾经想过要逃离这个家，可是因为有了你，家对爸爸有了吸引力。下了班，爸爸就迫不及待地往家赶，想回家去抱你，听你叫爸爸。后来爸爸离开了家，觉得最对不起的人就是你。晚上一个人睡觉的时候，经常想，你不是发誓要做一个世界上最好的爸爸吗？你做到了吗？唉，爸爸做得不好，因为忙，爸爸总不在家，把你丢给妈妈。后来爸爸妈妈又出现了问题，经常在你面前吵架，让你受了伤害。一想到这个，爸爸就内疚的睡不着。可是爸爸始终是爱你的，你能到爸爸身边来，你是不知道爸爸心里有多高兴。我知道你恨爸爸，可是不管你怎么恨，爸爸还是高兴，因为爸爸不是一个人，爸爸有你在身边。星期四下午开大会，你的课挪到星期六上。啊，好的，我知道了。早上好啊！哟，同城兄啊，看样子是有什么好事啊？我儿子来了，我儿子来跟我一块儿生活来了。好，真为你高兴啊！自从我跟我老婆闹离婚，出了钱，我老婆不让我跟孩子有任何接触，现在我的2个儿子都不认我这个父亲了。对孩子不负责任的人，是不配做父亲的。张老师，我应该不算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人吧？我每个月的工资差不多全部都交给他们了。你要是负责任的话，你会离婚吗？哎，张老师，这好像不是一回事吧？这怎么不是一回事啊？你要是为孩子负责的话，你是不会离婚的。哪个孩子不希望能有一个完整的家？算了，同城兄。自从张老师的丈夫去了深圳以后，2个孩子全靠张老师一个人带着，很不容易的。哎，陈老师，我的爱人可是没有向我提出离婚过，他对孩子还是很负责任的。啊，那当然。哎，夏晴呢？还没来啊？哎，又不知道跟哪个男朋友去约会去了。哎，同城兄啊，我说你信不信啊？等一会他来了，你完全可以通过他的表情来发现他现在处在一个什么阶段。如果是晴，正在恋爱中；如果是阴，不用说，有失恋了。诸位，早上好啊！恋爱中。诸位，2位陈老师，帮我参谋一下。男，47岁，曾经为官下海经商，目前正在艰苦创业中，值得一嫁吗？47岁，这都跟你父亲差不多了。比我父亲小。再说了，我父亲早恋、早婚、早育，不足为凭证。怎么样，2位陈老师？哎呀，
47岁啊！你不是一直在说最讨厌50岁的男人吗？当然，40岁男人的黄金时段，一上50，事业无所用心，生活开始放纵，头发越来越少，肚子越来越鼓，整个一酒色无度。你说他老了吧？他为老不尊。你说他还年轻吧？明明开始疲软。50岁，男人最尴尬的年龄。可是这位仁兄快50了呀。就是嘛。说什么呢，陈老师？幸福只能把握在当下，您还想着未来呢？50岁的事儿，50岁之后再说，没准那个时候我就跟他离了呢。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？我们是师范学院，德高为师，身正为范，知道不知道？像你这样的人，能教育出什么样的学生来啊？哟，教育学生的事儿就全靠您了。这个老不死的，我不找你，你就不把枪给我送过去，是不是？柱子干嘛呢？那是你爸爸。哎，柱子，不像话了，有什么话好好跟你爸爸说。快把手放开，你把爸爸搞痛了。我哪个月没有给你们？只是这个月工资晚了几天，没有来得及啊。你看，爸爸刚才还在。柱子，你总要给爸爸留点生活费的吧？柱子，就你这德行，还活着好，死了算了。哎，柱子，柱子，说什么呢你？那是你爸爸，没有他哪来的你啊？你把钱全拿走，你让他靠什么生活？把钱拿出来，给你爸爸留点生活费。柱子。下回准时点。这就是闹离婚的下场。这不怪他。他小时候不是这样的，很乖的呀。都怪我们的离婚战争打了20多年，让孩子的脾气越来越像他妈妈了。现在我们父子之间除了钱，就只剩下仇恨。陈老师，你也该想想了，您不想让自己的孩子也变成这样吗？同成兄，能将就就将就着过吧。离婚肯定会对孩子的成长是有影响的，马马虎虎、将将就就也是一辈子。不能，绝对不能。绝对不能什么？绝对不能离婚，还是绝对不能将就？我说我儿子，我不能让我儿子长大了以后也变成这样。大志，妈，你这几天跟你爸过得咋样啊？啊？哎，你爸都跟什么人来往了？你看你这孩子，妈问你话呢，你咋不说话呀？妈，你就好好的跟我爸过日子，怎么了？那你这傻孩子，那是你妈不跟他好好过吗？是你爸不要咱们了？哎呀，你快告诉妈，他都跟什么人来往了？有没有女的？妈，你别老这么想我爸。死孩子，没几天呢就向着他爸了。哟，大志回来了，快，饭打好了，在桌子上，你先吃吧。爸，您这是干什么呢？爸爸准备开火了，从明天开始你就能吃上爸爸亲手做的饭了。今天最后一天吃食堂啊。
爸。啊，没事没事。哎呀，爸爸太笨了。没事，我用酱油抹手，你赶紧洗脸吧。啊。 来喽，快，排骨来了，快尝尝怎么样？尝尝，怎么样？坏了，忘放盐了，你等着啊。 大志，那没放盐你怎么还吃啊？来来来，别吃了，别吃了，换一口。来，啊，是不是因为是爸爸做的，所以没放盐也要吃啊？哎呀，爸爸刚开始做，肯定做的不好，没事，爸爸努力，以后会越做越好的啊。今天先这么凑合了，来，快就个馒头。你跟爸爸说说，最近学校有没有什么新鲜事儿啊？学校有课外班了，好事啊！你报名了吗？我报上了呀。那报你最喜欢的呗。老师动员我报生物，但是我还是想报天文。你喜欢天文啊？我对比了一下，还是喜欢天文。来，吃这块肉多的，给。下课了，同学们再见。 天文兴趣小组的同学们请注意，第2节课外活动，请大家抓紧回到教室来。今天我们给大家请了老师来给我们讲天文知识。下课了。同学们，快回到座位上。同学们，这位是陈老师，大家鼓掌欢迎。同学们，我来介绍一下，这位是师范学院的陈老师，也是咱们班陈大志同学的父亲。他是一位科普爱好者，在很多杂志上发表了科普方面的文章。那下面我们有请陈老师给我们讲一下天文方面的知识。 同学们好，今天看到这么多同学和我有同样的兴趣，爱好天文，我真是太高兴了。同学们，我们生活在大地上，但是我们永远也不要忘了浩瀚无垠的天空和无穷无尽的宇宙。美丽的天空啊，给了我们永恒的追求和梦想，宇宙才是我们人类永恒的家。和宇宙比起来， 一个人的生命是多么的渺小啊！其实从古至今呢，人类都没有停止对宇宙的探索和追求，并因为这些探索和追求而变得伟大。在中国古代啊，我们的祖先就提出了天圆地方的宇宙观。大志，爸爸今天讲的还好吧？那就是不好了。挺好的。爸，我想去看我妈了。行啊，我把你送到门口。大志，你也不是小孩了，有些话呀，你也能听懂。我知道，爸爸妈妈的事儿让你很痛苦，我们之间的关系出了问题。可这并不是哪个人的错，这是历史原因造成的。这件事儿长大了你就会明白的。在很长时间里啊，爸爸妈妈一直下不了决心解决这件事儿，就是因为有了你。我们既然把你带到这个世界上来，
就有责任给你全部的爱，有责任给你一个完整的家。可是你也看到了，你妈成天这么和我无休无止的争吵。哎，总之啊，长大了你就会明白爸爸的。那你怎么睡啊？反正爸爸也不困，爸爸就不睡了。我正好备备课。要不你上来睡吧。明天别忘了吃点消炎药。爸，哎，大志，爸，您怎么过来了？我下午没课，刚买了点菜，顺便过来看看你放学没。我给拿着。好，来，书包给我。大志，晚上爸带你到后山看星星吧。现在城市污染的都快看不到星星了。真的？那太好了，爸，你可不许骗我啊！你慢点儿！爸，要下雨了，咱们看不成了吧？没事儿，雷阵雨一会儿就过去了。先找个地方躲躲，快！不，爸，我要去上面停的。哎，走，这是，哎，大志，大志，快点吧！来，等等我。这不让我。爸，今天星星可真亮。是。刚下过雨吗？大志，其实生活当中啊，并不缺少美，缺少的是发现美的眼睛。哎，你看咱们城市的灯光，像不像星星？像，真像。大志，人的眼光要放得长远，这样才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风景。妈，回来了。回来啦？哎，这个月的工资，我爸让我给您拿过来。哎，大志，哎，
你爸最近都干啥了？有没有跟那狐狸精还有来往啊？这你爸的那些信件啥的，你检查过没有啊？都有谁来的？有没有他的？啊？你看着我干啥？妈问你话呢，快说呀！妈，你以后别这样想我爸了，行吗？我爸不是你想的那种人。哎，你这孩子，妈派你到你爸身边干啥去的？不是盯着他去的吗？啊，这才几天，你就叛变了你？这要在过去，你就是汉奸卖国贼，你知不知道？哎，你上哪儿啊？回去了。你看你这孩子，妈还不能说你几句了。哎呀，行了行了，妈不说你了还不行啊？这饺子妈专门给你爸和你包的，一会儿煮好了，你给你爸送回去，听见没有？行了行了，进屋待会儿吧。啊，妈包饺子了，快进屋先歇着。回来了，你妈怎么样？还好吗？挺好。这是什么呀？水饺，我妈让我给您烧的。大志，下回回去啊，替我谢谢你妈啊。爸，爸，咱们回去跟我妈一块儿过吧，她一个人太可怜了。哎，大志啊，爸，我愿意跟着您，但是一想到我妈我就想哭。为了我，您回家行吗？我再也不让我妈跟您吵架了。可是你妈那个人啊，我一回去她肯定跟我吵。那您是说，只要她不跟您吵了，您就回去是吗？是不是啊，爸？啥？他答应回来了？嗯，我爸说了，只要您不跟他吵架，过年前他就回来。那哪是我跟他吵啊？那明明是他跟我吵啊！妈，我好不容易把我爸劝回来了，但是您必须得保证，只要他回来，您不跟他吵架，行不行啊？他会回来吗？我爸在背后从来都没说过您，只要您不跟他吵架了，他肯定得回来。哦，那照这么说，那他出去，全怪你妈了。妈，你答应不答应吧？你要不答应，我也不劝了。哎，行，我答应。他要是回来了，那我把嘴封上，啥也不说，行了吧？那你得跟我保证。小女人家，儿子大了不疼娘了。行，我保证，只要他回来了，我就不跟他吵。